大家晚安，我是卡爾先生，帶您掌握週期，財富自由哈。上一集呢，我們聊到了日債的海嘯，很多同學呢就在留言區問我說，卡爾先生，那日債這樣子對於美債啊，因為很多朋友可能是債娃嘛，手上還持有這個美國公債的 ETF 啊，或美國的企業債、直債等等的哈。那麼這個對美債有什麼影響？為什麼日本的債券一波動？好，那基本上呢，美國的債券幾乎必然會爆炸啊。那麼美國聯準會現在可能已經被逼掉牆角了，接下來聯準會會做的事情可能跟您想的完全不一樣。今天晚上這個直播呢，就跟您講清楚聯準會接下來可能會做出什麼樣的這個行為跟動作哈。好，那麼今晚提到內容都是卡爾先生個人觀察、觀點跟經驗分享，並非投資建議。大家投資的時候務必要參考更多的意見建議之後，自己為自己的投資做出決策啊，做出決策。好，首先聊一聊，最近呢，如果你有看自己手上持有美債 ETF 的人那你大概會覺得不太對勁。為什麼？明明好像你也沒做錯什麼啊，不是說這個美聯儲去年的時候說美聯儲會降息，債券不是會漲嗎？但是這個相關的這個債券或債券 ETF 的淨值卻一直往下掉。問題其實不出在你的操作，你我的操作，而是在太平洋另一端的日本。日本呢是全球最大的國外的美債的持有者。日本正在被迫拋售手上的美國公債，而且更令人不安的是，聯準會現在手上幾乎沒有一個好的牌可以打。好，那麼這不是什麼遙遠的國際新聞因為我們手上的錢就真的掛在這件事情身上那麼來看這一張圖過去的在差不多18個月的時間這張圖上上下的這個 K 線是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底下呢藍色這條線呢是日本10年期公債殖利率那我們來看過去的18個月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基本上兩個是同樣方向兩個的走勢都很接近，幾乎是手拉手的債券殖利率一直持續往上，日本債券殖利率、美國10年期債券殖利率都往上。那麼這背後有一條資金鏈正在強制在傳導當中。日本債券殖利率一漲，那麼日本的機構投資者呢就必須重新計算自己手上持有美國債券的持有成本，然後呢就可能被迫的必須要調整它的倉位，賣掉手上的美債。好，那麼一旦美債被賣多了，美債的殖利率就会被推高因為殖利率往上，債券價格就往下掉那麼這個呢，那我們呢持有的這個債券的 ETF 的淨值就會跟着縮水。那麼這就好像兩艘船同時被一個鐵鏈綁在一起，日本那艘船開始這個怎麼樣往下沉的時候，那麼美債的這一艘船也可能會被拉下去再來看1.19兆美元，什麼意思？這個就是日本持有美國公債的總規模。那麼大家知道這個數字有多大嗎？台灣一整年的 GDP 大概也就8000多億美元，所以日本持有這個規模是大於台灣的 GDP 的。那麼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單一的外國的美債的持有者，遙遙領先第二名非常的多。所以當這麼一個巨大的持有者他開始賣出美債的時候，市場上幾乎找不到另外一個跟他一樣大的對手可以來接盤。這個就像一個巨型的巨人他在游泳池裡面，本來他是坐着的，只要他稍微動一下站起来，整個游泳池的池子的水都會晃動。那麼現在這個巨人不只是動一下，他正準備從池子裡面站起來要離開。那麼這個規模的資金一旦開始移動的話，全世界每一個持有美國債券的人，包括我們，都會感受到這個波動跟波浪那麼過去很多年呢，日本的機構投資者都做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就是無風險套利，基本上是无風險套利。他們用接近零成本的錢去借日元，因為過去日元的這個成本非常的便宜嘛，然後呢再把它買入美國的公債，那賺中間3到4% 的價差，這個呢就是所謂的這個債券的套利交易
當初呢就像一台自動提款機一樣在運轉，但是現在日本自己的公債殖利率已經飆上去了。那麼利差呢跟美國債券之間的這個利差就是價差越來越小，它的這個殖利率價差越來越小，甚至要開始倒掛了。那麼再加上本來你做這樣的一個債券之間的套利交易，你是需要做對沖的。那麼对沖的成本現在在暴增，就代表現在呢能夠去做這個美債借日元做美債套利交易的人就越來越少了。那麼不止這個印鈔機現在不印鈔了，還在盜吐鈔票。所以這裡面有個重點，並不是日本跟日本的機構投資人想要去賣美債，而是合約他手上的這個債券合約到期之後，美國債券合約到期之後，他算一算划不過來，他就會強制平倉。那麼這個機制性的賣壓呢，比情緒性的拋售還要來得更可怕、更嚴重一點，因為它不會因為今天市場穩定之後，這個拋售的壓力就會往下降，它是會持續拋售的。那麼現在的問題點現在問題點是我們看一下現在問題點是，如果只是日本一個國家的債券出問題，市場或許可以消化，但是現在是英國、德國、美國、日本4個主要發達國家的長天期債券殖利率都同時在創新高。那麼比如說英國本來今年財年的赤字是1850幾億美元，預算辦公室直接說這個赤字會一直持續到本世紀末，而且會越來越高。那麼德國2024年的赤字是1345億美元。原本德國是資優生他們很少借錢的，結果现在錢越借越多。德國光是利息支出今年較去年就暴增了 24%。德國政府要付出的債券的利息支出。那以前我們說美國的國債是全世界的避風港，全球只要發生什麼地緣政治風險出現什麼大事金融動盪大家就跑去買美債。但是這次風暴的源頭呢，就是避風港本身。這個就像怎麼樣？就像台風天來了那我們再出去在外面玩，然後台風天來就趕快躲在燈塔底下，結果躲進去之後發現那個燈塔自己也在搖。所以現在財政失控已經不是一個國家的特殊情況，是全球先進國家一起都得到同樣的這個慢性病。那我們來看這張圖是什麼？是 G7， 就是西方7大工業國，這些全球經濟的這個模範生，他們整體的借貸成本呢，已經攀升到20多年來這個最高的水準。看黃色這條線，黃色線越高，代表他們現在借錢的成本就越高。現在這條線已經來到了2020年來的高點。換句話說，這些大國們呢，現在借錢的代價比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還要高。那麼背後為什麼會造成借錢越來越難借，借錢的這個利息越來越高？最主要是五個主要原因同時發作。第一個，債務很高；第二個，高油價；第三個，高通膨；再來就引發了高利率，再加上地缘政治的不確定性。這個就你知道這會引發什麼情況嗎？現在是各國政府都在搶錢。當這些大國都在搶錢的時候，那麼利率就像一群人在拍賣市场上互相的喊價，利率只会越搶越高，大家都要錢，所以借錢給出去的利率就越來越高。當這些大國喊出來的利率越來越高，就会怎麼樣？全世界大國的政府借錢越來越貴，就會造成企業跟個人融資成本、房貸利率成本就不可能便宜到哪裡去，就越來越高。所以這是一個已經既定的一個趨勢了。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可能是幾年的時間，高利率的環境不是1-2年就會結束。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做資產配置的時候，必須要有利率長期會越來越高的這個心理準備，來做你手上的這個資產配置。來看，這個是美國最新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4月份的月增率，所以月增率就是4月份比3月份增加了多少？0.6%。這個數字聽起來好像0.6%不是很高，你把它年化，你把0.6乘以12個月，一年就是7.2%。
好，所以停0.6%不怎麼樣，可是加起來一年的通膨要高達7.2%。那麼現在比較關鍵的是，你看哦，上一次通膨暴衝的時候，曲線是長得這樣子，好，一開始好低低的啊，然後越來越高，好，現在有沒有這種味道？好，開始要越來越高了，好，開始要越來越高了，好，現在真正的這個問題點呢，好，是這個趨勢感覺有點失控了，通膨越來越高，好，方向是往上走的。這個就像量體溫一樣，單次量你量到37.5，好，結果如果連續幾天一下子量到37.2，一下子量到37.8，一下子量到38，你就知道整體的狀況不是往好的地方，是往壞的地方在前進，是在惡化。所以通膨這件事最怕的就是趨勢，一旦通膨的方向確立之後，要扭轉回來的代價就非常非常的高。好，那麼這個數據就會直接影響到美國聯準會接下來它的這個政策了。好，那麼還記得到去年下半年的時候，大家都在討論說，到底這個2026年會降息幾次，會降幾碼？結果現在市場的預期完全翻轉了。好，原本在2026年底，好，現在市場已經在估算到今年底，好，美聯儲不止不會降息，會升息的幾率已經開始要接近50%了。好，因為中東的衝突還沒結束，還在推高油價，那麼油價呢就會升高，就會撐起通膨預期。那通膨預期呢，又會把長天期債券的殖利率往上頂，本身就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這個回圈。那麼很多的觀眾朋友現在的資產配置還停留在接下來可能會降息的劇本裡面，但是現在市場上已經在演另外一出劇了。好，就像你原本買着要去海邊度假的這個機票，結果呢，你帶着這個夏天的這個衣服跑到那邊已經開始下雪，變暴風雪。如果你不趕快調整你的計劃，才會發現去的時候你帶的卻是短袖短褲啊。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認真的問我們自己啊，你手上的資產配置，你選擇的資產的類別是按照什麼劇本？好，是按照升息劇本、降息劇本在做配置的啊。好，那麼現在呢，美國聯準會的處境呢，就像在爬一座高山啊，走在這個高山的稜線上，左邊是懸崖，右邊也是懸崖。什麼意思？它要麼去加息，那麼政府的利息支出就可能會壓垮美國政府的財政，造成民眾跟全世界投資人對政府是越來越不信任。那麼如果要降息，那麼通貨膨脹就會捲土重來。好，不排除第二次大爆發，通膨大爆發。卡爾先生不是在危言聳聽，是把前面幾頁分析的東西串起來做一個總結，邏輯上推論出來的一個結論。1.19兆美元的這個日本的拋售美債的壓力，跟7大工業國借貸的成本已經創了20年新高，還在往上。那麼美國的 CPI 的趨勢還在往上，所以市場現在已經在定價聯準會會升息。好，每一條線索都指向於同一個方向，就是聯準會的政策空間已經被壓縮到幾乎不存在，它降息的空間基本上已經快被壓縮到沒有。好，那麼你說，那它可以升息嗎？那如果它不升息，升息會怎麼樣？降息會引發什麼樣的結果？我們就來分析可能我看到的這個趨勢。來，如果聯準會為了要壓通膨升息，那麼現在美國的利息支出，美國每一年因為發了太多國債，國債的利息支出已經接近2兆美元，已經快要超過國防跟醫療預算。那麼已經變成美國聯邦政府最大的單一預算項目了。所以如果繼續升息的話，只會讓美國政府的財政壓力越來越大。那反倒來說，如果現在美國聯準會降息救市，那麼市場會立刻解讀說，聯準會你放棄對抗通膨。那麼市場認為你放棄對抗通膨，那通膨預期一旦脫錨，一旦往上，物價就會像這個脫韁的野馬一樣狂奔。那麼美元的購買力呢，就會快速的往下掉。所以一旦發生這種事情，對於你手上持有美元計價資產，不管是美股美債的人來說，
升息壓債券價格，降息會壓匯率，兩條路走上去，我們的美元資產都會受到衝擊。好，所以現在已經不是要選哪一條路比較好的問題，是兩條路基本上都有地雷。好，那麼既然呢，往左往右都是懸崖，都會掉下去，有沒有第三條路？跟大家報告一下啊，今天跟大家報告一下，歷史上還真的有另外一條不同的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的債務呢占 GDP 高達120%以上，基本上跟現在的處境非常非常的像。當時美國推出一個做法叫做金融壓抑，就是政府強制把利率把債券的殖利率壓在通膨率以下，讓貨幣的購買力慢慢被侵蝕，用時間把債務稀釋掉。什麼意思？來講得更精準一點，當初花了將近30年，把債務的比率從120降到60，那麼代表怎麼樣？代表他就是要印鈔了啦。好，但是他不會講他要印鈔，所以現代版他不會跟你講他印鈔，他是用隱形殖利率曲線控制，就是不明講，但是暗中可能會確保長天期殖利率不會突破某個隱形上限。翻成白話文來說，就是他接下來很可能他不會明講，但是他不斷印鈔去購買這個長天期的債券。然後印鈔機越印越多，錢越印越多，就會讓每一塊錢悄悄變得越來越不值錢，因為錢越印越多，錢就越来越不值錢嘛。所以手上民众的購買力，手上持有這個貨幣的購買力，就像冰塊一樣慢慢融化掉，沒有爆炸，沒有宣告。只有沉默的持續的財富轉移。好，所以理解當初這個金融壓抑的邏輯之後，有一件事情就很清楚了，就是通膨其實呢不會是政策失誤的意外結果。對於這些債台高築，不只是美聯儲，還有包括 G7 工業國家，對於債台高築的政府來說，通膨反而是最不痛的解決債務的方案。為什麼？因為你要讓政府違約，這個債務還不出來，或直接減免債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這太劇烈了，大家受不了。那麼再來呢？怎麼解決債務？對民眾跟企業加稅，會得罪人的，這會影響選票的，也做不到。那麼在政治上呢，要開始去篩減債務，就像川普這一任上任的時候，本來說大幅篩減債務嘛，結果債務越來越高。所以在各國在政治上基本上也是做不到的，只有悄悄的不斷的印鈔，讓通膨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完成債務的稀釋。這個呢就像一鍋溫水，把一個青蛙放在裡面，水溫呢只是慢慢的上升一點點，等到青蛙發現水溫上升的時候呢，青蛙已經跳不出來了。那麼對於我們來說，就是每一塊錢能夠買到的東西，接下來會越來越少。就是溫水煮青蛙了。那麼在這樣金融壓抑的環境底下，手上如果持有定存的，或是美債 ETF 或美債的，或者是美元現金的，就會被通膨一口一口的侵蝕。比如說你現在定存的利率可能只有 2%， 可是通膨可能實際通膨是 4%、5%， 實際上你每年就虧掉 2%、3%。這個對賬單上的數字不會告訴你，所以在通膨的時代，真正的防禦率，真正能防衛你手上現金不斷貶值的，就是什麼？就是持有政府印不出來的東西，比如說實體的黃金跟白銀。因為這些東西的供給量是有限的，沒有一個國家的央行可以憑空變出更多，所以像黃金、實體黄金、實體白銀，它們本身的稀缺性就是最強的護城河。好，那麼剛剛講了這麼多，回到一個很實際的問題。知道这些，然後呢？核心的心態是不要去猜聯準會接下來下一步比如6月份要做什麼，7月份要做什麼，8月份要做什麼，也不要去賭說這個股市會不會崩盤等等的，而是要去建立在一個高通膨、低增長環境底下還能夠存活下去的投資組合。那麼卡爾先生在這邊跟大家分享3個可以思考的方向，怎麼去建立這個投資組合的思考方向。第一個是你要重新檢視你自己手上純現金跟債券 ETF 或債券這一個
部位的比例，現金啊、債券 ETF、債券的比例，這些投資標的在通膨的環境下是很脆弱的。第二個卡爾先生經常在鼓吹的就是你還是要考慮去增加你實體黃金或實體白銀的配置的比例部位。卡爾先生常講，建議就是10%到15%。再來還有什麼？你要去購入具有定價權的企業。什麼定價權的企業？是通膨來的時候呢，它可以把這個所有通膨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或者是要去買那些手上持有大量實體資產，尤其是大量持有礦產，不管是金礦、銀礦、油礦或天然資源的這些企業。好，因為擁有天然資源的企業，這個天然資源是錢印不出來的。那麼在通膨越來越高的時代，這些天然資源會越來越漲價。好，那麼這個就會利好這些公司。比如說我去年底、今年初跟大家介紹的石油類股，就是這類的公司。好，再來第三個是要分批有紀律去執行。好，你的這個資產配置會比去賭哪個時間點要做什麼來得更重要。好，這個就像一個住在海邊的人，你不是去預測什麼時候海嘯會來，好，你要精準預測海嘯會來太難的，而是你要有家裡面的逃生路線，或者是海嘯來之後的這個急救的這個工具或逃生包，好，讓哪一天真的海嘯來的時候，大家還可以好好的活着。好，那麼如果覺得今天晚上的這個分享對大家有幫助的話，請幫我呢，底下這個粉絲熱推，好，您的一個熱推就能夠幫助這個影片讓更多的觀眾朋友看到。也先謝謝大家願意幫我按這個粉絲熱推啊，那也請大家按讚跟分享這個影片給更多的朋友啊。那麼明天晚上5月25號禮拜一晚上的9點會有會員直播。那麼現在呢，這個會員的這個加入的這個費用只有1克牛排的錢，其實是非常值得加入的。很多已經加入了可能2年多以上的朋友都有很好的這個收穫。所以鼓勵更多有收看到這個影片的觀众朋友，如果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會員頻道。歡迎大家加入會員頻道。好，再來呢，到了我投資做公益的時間，非常感謝左邊這個9N，右邊的阿毛響應卡爾先生我投資做公益，非常感謝。那麼也很感謝左邊這個思琪跟右邊這個洋洋。左邊的思琪呢是捐這個棺材錢給台北市殯葬管理處。我覺得這個也蠻不錯的，就是發自內心無所求的幫助別人。相信我，您的投資就會越來越順利，無所求的來幫助別人，無助相布施，無所求的來幫助。那麼卡爾先生在這邊也呼籲全世界的觀眾朋友們，跟我一起我投資做公益，不管你人在全世界的哪一個地方，都可以加入我投資做公益，捐款給跟你有緣的這個或捐物資給有緣的慈善單位。那麼捐完之後呢，可以把收據透過 email 或 Facebook 的 message 傳給我，一起參加我投資做公益。好，那麼我想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到這邊。再次感謝大家花時間來收看。願世界和平，願大家健康平安財富自由。大家晚安，晚安。